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Hello， 欢迎大家收看《打破医美缪斯》。好，嗨，各位，接下来我要做一个企划，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到底哪些是真的是最新的，哪些呢其实只是被再包装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一系列的企划，我们今天的第一集就是要介绍给大家看关于拉皮这个手术的历史。之后呢，我们会介绍关于线啊它的历史，因为大家才会知道说，哦，到底什么线才是新的啊？各种 energy based device， 像什么电波、音波，到底它是怎么样演进的啊？我好像一直在画坑不讲了，等一下到时候会累死自己。那今天这个主题其实坦白说，我在医学会讲过好几次拉皮，包含对很多医师而言它很神秘，因为这是比较困难的，比较需要技巧，比较需要经验。这里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他没有经验的医师他怎么做？而且我们天天做，我们都觉得这不是很困难，可是对很多人而言，它是一个门槛。所以有很多医师呢，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拉皮有这么多的流派，他要怎么分？关于拉皮到底怎么区分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这个影片啊，这个影片讲得很好，你听完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拉皮是这样分的。待会我会给大家看整个拉皮的演进，还有它的一些论文的出处。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疗程，有一些名称，它其实就只是一个诊所，它取一个名字，它真正的 medical term 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举一个例，我们就举自己3层次拉皮是一个我们自己取，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它是做3层的。它真正在医学上的名字就叫做 extended deep plate facelift。那常常你有时候看人家随便取一个名字，好像就瞬间发明出来一个东西，它根本没有经过时间的淬炼，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到底在医界认不认同，这很重要嘛。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看的东西都是 evidence based 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好，我们现在看这个这个图是什么？这个图就是你看这是一个脸的一个切面我之前跟他讲，我们脸分成3层，第一层就是皮肤跟皮下脂肪，1跟2是浅层，中间那一层就是筋膜，再来就是筋膜以下，像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图4、5、6以下，这都是属于深层位置。那事实上我们在做手术拉皮的时候，可能会从几个地方进去。我们看这个这个图是什么？这个图指的就是从皮肤的下面进去拉皮肤。就是我常常在讲剪皮的那个方法，这个是最古老的方法。下面这个是什么？它讲的就是说筋膜，比如说筋膜折叠啊，筋膜缝合啊，好像我刚刚讲那种郁金香，它就是它可能在筋膜上面有一些简单的缝合。那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再看右上角，这是什么？我们这个走的就是筋膜的深面，深层的，就是3层次里面我们强调深层的这个方面。还有一个这是什么？骨膜没听过，怎么之前都没有听到？这个就是指走在最深的地方，走在那个骨头那一面去做。当然我们看这个骨头，对不对？事实上你知道骨头表面有一层膜，这层膜其实很韧，它就是很紧密的盖在这些骨头上面。所以有一种拉皮的方式是沿着这骨头这个膜去拉，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次。我们觉得怎么之前都没有听我讲过？对啊，待会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方式在中下脸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很久了。待会我们就知道了。你看大家都好好奇到底拉皮的历史怎么演进呢？我们开始看。噔噔，大家注意一件事我接下来我会用不同的颜色告诉大家在拉皮上面观念的演进。拉皮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1901年。1901年不是？你看100多年前就有人在拉皮了。好恐怖那个时候连麻药都不是很发达。你看人类为了美丽，什么事情都可以，对不对？1906年呢，这个就有记录了。有一个叫做 Miller 的人呢，他在做这个拉皮，他怎么做？听了会吓死你。他就是把脸上的肌肉把它剪断。你的表情眼睛都很睁那么大，我跟你讲真的，你笑的时候法令纹把你这个肌肉剪断，你就没有法令纹了。不能笑了。是啊，你有抬头我就用刀子剪刀进去把额头的肌肉剪断。你的表情非常惊恐我告诉你，我也觉得好恐怖。所以我一直在讲，有时候客人会跟我说，我可不可以做完拉皮笑的时候都不要有纹路，抬头都不要有纹路。我说，这个好像是100多年前才有人这样子搞再来1910年，比如说我这个眼尾有点下垂，这里剪一块皮啊，我脸颊这里有点下垂，我就在耳朵前面这里剪一块皮啊，就是这样剪一块皮，然后把它缝起来。剪完以后马上就有效
110年前就能这样子搞。当然，这个后来是绝对不 OK 的，但是我告诉你，现在还有很多人这样做。那这个方法是完全不 OK，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一直强调，我们皮肤是一个弹性的东西。你这样剪一块皮，然后一缝起来，一开始是有效，等到它那个皮肤弹性的疲乏，它马上就坠下来了。但是你会看接下来这些年，黄色的这些全部都是剪皮。所以从1910年开始，我们看到那边剪一块皮，这边剪一块皮，然后后面演进就是什么？1920年过了10年哦，科技进步了，我们把这个伤口全部连起来，剪多一点皮，刚好可以纪念100年前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接着看，突然1920年、1930年以后，拉皮就没有什么新的进步，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世界大战。哦，世界大战都只想活，谁还在管你会不会老啊？吃都吃不饱，命都没办法活啦。所以1930年、1940年、1950年，包含这些战后复出，没有人有空啊。1960年，当年打仗活下来的人也老了，他们开始也会在意自己的外表。1960年以后，又开始有一些关于拉皮的研究了。所以今天节目很好玩，然后在听那个阿正讲古，好像历史老师在上课。是坐哦。那我们继续听阿正讲古哦。你看1960年的时候，一开始哦，黄色还是有人在搞剪皮，他可能想说，好久没有剪皮了，我们再试试看当年的剪皮有没有用，再剪一下。可是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方法不 OK 啊。于是1970年之后，大家发现一件事，剪皮这个效果很不理想，伤口又大，要么做完很僵，要么就是效果不持久。于是就有人在想有没有其他方法，于是开创了另外一个东西，绿色的。绿色是什么？绿色指除了皮肤下面，下面还有一层东西叫什么？筋膜。只是在197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一直到了1970年代末，1976年 Mizzi and Paroni 他们把这个皮肤底下这一层，他把它命名叫做 SMARS 筋膜。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哦 ，SMARS 筋膜这个只有脸上有。于是大家就开始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把一些力量用在筋膜上面？所以就开始有人怎么样，在筋膜上面做缝合啊，缝合就是在那边缝体圈啊，或是我在那边剪一小块筋膜缝起来啊，然后就是一些筋膜的拉皮的刚开始的概念。那个时候它的效果也不理想。于是呢，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想说，有没有办法让它更好？有些人就开始在想，那我们再走在更深的地方，最深就是骨头了嘛。我说骨头它表面有一层薄膜叫骨膜。有些人说我沿着骨膜下面去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字体就是骨膜。我们看看这样可不可以让它效果好一点？于是这个年代好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骨膜。骨膜拉皮啊，其实做到后面的时候就开始搭配运用一个东西叫内视镜。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说，我们内视镜拉皮基本上它做的是单一层次的。那这个骨膜因为它是贴在骨头表面，所以它用内视镜进去做，看得会比较清楚。骨膜拉皮一开始不是用内视镜一开始也是要画大的。后来他们开始用内视镜，什么时候开始？80年代末1991年 Remier 是内视镜大师。最近他还发表了一个文章，关于他用内视镜拉皮这30年的经验。那个时候很多人想说，哇，那内视镜拉皮好像很好用哦，除了用在这个额头上面，中脸下脸都好多人开始在用内视镜拉皮了。所以内视镜拉皮到现在已经30年。但是你接下来发现一件事内视镜拉皮在额头效果很好，但内视镜拉皮在中下脸呢效果不是很 OK。为什么不 OK？ 欢迎大家去看这一期节目，我有一期节目有在讲说为什么中下脸我不喜欢用内视镜拉皮。我这里简单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额头这个地方它很薄嘛，就很像是一栋扁扁的房子，你把它整个往上移 OK 效果 OK， 可是你的苹果肌你的下脸它很厚，就很像是这个楼层高度比较高的一个房子，而它已经倾斜了，往下倾斜了，你整个往上平移它还是倾斜的，效果不好。所以我们来看这里，这些都是分别是拉皮手术方式的一些发明人，或者是一些做很久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医师，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请问你现在中下脸你还会用内视镜拉皮吗？答案是几乎都是 no， 只有2个yes。谁说 yes？Remier 啊，因为他是内视镜的大师其他人都说 no 但是Remier 在中下脸他额头现在用内视镜是 OK 的我现在讲的是中下脸他说他还会用内视镜是因为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手术当中把内视镜伸进去看一下拿出来然后继续开，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大家看到这里就会知道，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说内视镜8爪拉皮拉中脸拉下脸，我觉得那是很不
OK 的，因为它效果很短暂，你就拉线就好了，干嘛手术拉皮？对啊，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看哦。90年代哈，这个时候是一个很混乱的年代。90年代好像是一首歌，多大有？这个是。经历过前面哦，到底哪一个方法比较好？有的人就说走筋膜的好啊，有的人说我们用骨膜的好啊，有的人说就剪皮就好啦。所以你看各式各样的都有。其实我原本整理的资料里面那个论文是密密麻麻的，你知道吗？后来他们说太花了看不清楚，所以我只截录了一些重要的。所以90年代到2000年前的时候，其实整个拉皮是很混乱的，没有所谓的最彻底的一个方法，很混乱。2000年之后呢，开始有一个重大的变革，每一年到2011、02都一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什么重要的发现？我们简单给大家看。这个是皮肤跟皮下脂肪是嵌层，中间的这一层呢是筋膜，最下面的这里是骨头跟骨膜。筋膜跟骨头之间，以前我们认为这就是深层啊，就是里面有好多神经血管哦，所以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这里啊少碰哦，不要碰的太多。以前这个区域，大家就算是在做筋膜的下面，可能就是做这一区啊，不会做到很前面，类似这样子，是不完整的啊，因为我们3层是真正必须要做到前面去，不是只有做一小块。我问各位，你最严重的位置是这里还是这里？一定是内侧嘛。那你只有做外面这边，你做深层有什么意义呢？你一定要做到前面去嘛。好，回过头来讲，为什么2000年以后很重要呢？2000年以后发现一件事，在筋膜底下这里有一个东西叫 space。space 是什么意思？太空啊，不是啊。在医学上，我们翻译成叫做间隙。间隙听起来就是一个小小的缝，对不对？这个缝很重要，我给大家看哦。你刚刚看这个蓝色，这个就是一个间隙。在我们的脸哦，你看在这个皮肤跟比较浅层之下，筋膜的下面有这个蓝色的这个间隙。以前我们的认为就是说，脸啊，就是什么啊，皮肤啊、肌肉啊这些神经血管就像大树一样延伸出去。你今天树干长在这里，你的树枝怎么长，你是无法预测的，对不对？啊，所以以前认为说，那神经怎么散出去，你是无法预测的。可是这些研究发现一件事，这些蓝色的这些都是间隙，我们的神经跟血管它会避开这些间隙。洋葱是不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洋葱之间是不是就有一个间隙？这个间隙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对吧？我们脸其实就是这样。人为什么会老？人为什么会下垂？地心引力啊，废话，我也知道是地心引力啊。我是说为什么地心引力会让你的脸垂？我以为你会说因为胶原蛋白流失。这是一句很不负责任的话，你知道吗？幸好我没说。好。真正在医学上为什么会老？重点就在这。第一个，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件事你看这一根是什么？这个叫韧带。什么叫韧带？韧带就是从最底下一样长出来，然后它会去抓住你的筋膜，抓住你的皮肤，这个叫韧带。蓝色的呢叫做间隙。什么叫间隙？间隙就是存在我们的筋膜下面的一个空间。随着你的年龄，你的地心引力长期拉扯，你的韧带会松，就像房子的柱子有一点松垮，然后你的这一个间隙就像房子的空间，你的柱子已经不稳的时候，你的整个空间就会怎样？会倾斜，会滑动，所以你的脸就往下滑动。大家听到重点了吗？韧带还有间隙。所以大家发现一件事，这是老化的关键。所以你要逆向下垂这一层一定要处理。幸好间隙里面不会有神经跟血管，所以你在做这一层间隙，它其实是很安全的。问题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间隙怎么找？我说真的，因为我7、8年前我在医学会演讲的时候，就有老贝医师他说他没听过这个东西，因为他们也比较没空，可能去看一些新的。我们觉得他非常的熟悉啊，好像好朋友一样。这个观念他现在已经是在脸部老化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很多的手术都根据它这样来做。你知道这个间隙它会怎么重要？你如果知道怎么找到这个间隙，你找到间隙，你可以在里面做。我不是常会去医学会示范吗？或者是去一些医学院去教我，甚至可以把手伸到間隙里面，在里面动，这样子动，神经跟血管都不会受伤。听起来好恐怖啊！我当然不会这样子在手术当中这样玩，我们就像这个蛋糕一样，好可爱蛋糕。这是医学论文里面的这是真的是论文，它就在形容这件事。这个是皮肤跟皮下脂肪，这是浅层，中间这里就是筋膜，这是筋膜下，这里是
骨头。在以前我们的观念就是，不然就剪皮啊，不然就是筋膜上面缝一下。然后以前都会觉得说，哦，这边以下好危险。现在已经不是这样认为。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这几层里面最安全的居然是这里，你可以伸到里面去动都不会有问题。所以它这个蛋糕就是在形容，你如果知道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其实这里面最安全的是这个。再来，这个蛋糕还要形容一个什么事情？为什么你整个蛋糕它会整个垮下来往旁边倾斜？就是因为你底下这个间隙，这个韧带它松了，然后间隙就整个滑掉。所以间隙在抗地心引力里面才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然它就会整个往下倾斜。那它也同时也在解释我刚刚说了，如果你用内视镜做鼓膜下，如果你今天这个蛋糕是扁扁的，你把这整个蛋糕往上移也就算了。如果你蛋糕是比较厚，它已经倾斜了，你从鼓膜整个往上移上去，它还是斜的啊。所以这就是中下脸不适合做内视镜的原因。为什么中下脸一定要做 extended deep plan facelift， 一定要做3层次？我们再看2010年以后，你看还是有相当多的白色的，就是一些解剖学新的研究，一直 update 很重要。所以整个拉皮的眼睛，它历史是这个样子。因为其实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会讲很多的医学的新知，坦白说，我觉得这2年因为可能我们观众越来越多，那有很多的诊所他们会觉得我们讲太多，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商业的操作，所以我们也不断的会有人在网络上会用一些假的东西攻击我们，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是话术。其实如果你在医学会认识我的话，我是不讲话术的，我是最讨厌讲话术的。我讲的东西都是 evidence base。之前有人说那个3层次是唬烂的，那种 extended deep plan facelift， 它现在就是拉皮的显学，中下脸你效果要好，就是要做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它的眼睛是这样子来的。OK，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是算是我们新企划的第一弹，就是第一课啊。今天好像在上课。是，最后我们要开始当历史老师了。医学这个东西它不是靠话术或是靠胡诌来讲的，它要靠的是医学的基础，才有办法诊断你的问题。我们今天主题呢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拉皮有哪几种。事实上，我们要讲这个题目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讲。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有一堆的原文书籍，都是关于拉皮手术重量级的著作。每一本书主要都是在讲拉皮手术的这本是最新的2021年的一本书这本书我是中文版的主译，里面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我总共审核过了大概4遍。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一堆书全部都是讲什么？这些全部都是讲拉皮。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拉皮手术是一个难学难精的手术，它非常的精细。有这么多的书，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流派有非常的多种。事实上，拉皮手术它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那这100年内，其实经历过了几波的变革。我常常到各个地方演讲也会聊拉皮它的整个变革，还有它的分类。因为对很多年轻的医师而言，可能高兴有多少种，很多老医师而言，他可能也只会旧的方法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题目，我相信这个不是只有经验累积，我有自信在华人这方面国内外的文献参考部分应该是数一数二多的我们看了非常多的东西。那我常常因为到国外演讲或是参与很多的会议，所以我也看到许许多多更新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在我们经历过超过2000例拉皮手术的经验累积下，我们也不断的融合很多更好的方法，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讲，到底拉皮手术分哪些种？传统各位对拉皮手术分类第一个想法就是就是伤口大小的问题。很多人都会以为所谓定义传统拉皮就是像那种伤口很大，从头发一直延伸到耳后，那个就是很多人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叫传统拉皮。那很多人就说，那我们伤口比较小的，比如在头发里面的，或是在耳前的，或是只有在边际的，这个叫做新的拉皮方法。我先跟大家讲，这是完全不对的方式。我们现在如果要分类拉皮，最好的分类方式呢，我们就是按照结构来分类。就像我们画面当中，拉皮手术应该分成灯1层、2层跟3层拉皮的概念。这样子的一个分类方法，会让人家更容易了解你到底做的是什么样的拉皮，你的拉皮手术到底有没有效，你的拉皮手术是不是过时的，还是你只是被做一个简易版的拉皮。
这个是我们脸部分层。我常常跟他讲哦，比较容易记的方式是脸部分成3层。第一层就是皮肤跟皮下脂肪，1跟2是皮肤跟皮下脂肪，这合起来叫做浅层。那再来是中间的那一层呢，就是包含3个叫筋膜层。在这筋膜层以下啊，筋膜层以下4、5、6这个叫做深层。所以脸分成浅层、中层、3层。那我们的拉皮手术呢，基本上就是按照你做的层数来分。你只做1层的，就是单层拉皮；动到2层的，就是双层的；3层次拉皮当然是最彻底。来看一下这几种手术它的分法，因为很多人会看到很多的名字。那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在判断你做的拉皮是什么。去咨询的时候，很多人会讲的天花乱坠。我这里给大家一个深刻的建议：第一件事情，你要问清楚你的这个拉手术，它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它的学术名字是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啊。也常以前有记者来问我怎么去判断啊，做是不是真的是你要的。就像在几年前有所谓的净肤雷射，有人把它取名叫粉饼雷射、碳粉雷射、天使白雷射，各式各样的名字一大堆啊。但是事实上，这几个名字都是同一台机器，叫做儒雅哥雷射。我要讲的意思就是有很多很酷炫的名字，随便医师取，请问你的这个手术名字在这些教科书上面哦，在这一堆教科书里面我做中训还是觉得它很重，你看直接全部都把它记在脑海里面。这些书里面到底它是属于哪一类？它叫什么？很多时候取了一个酷炫的名字，或者他跟你说这是哪一国的，这是哪一国，这是哪一国的。你把英文名字一用出来，上网一查，原来它就只是剪皮而已啊。那你就知道你做的是不完整的手术。所以第一件事情，请你问清楚你的拉皮手术英文名字是什么。第二件事情也很重要，我都会跟我的客人讲，我会在手术当中录影，我会让你看到我真的有做到3层，我真的有做到内侧嘴皮唇旁边，我会录影给你看。因为我其实常常在帮人家重开他们的拉皮手术，我常常一打开一看，怎么里面都没做，就剪一块皮封起来而已。对这个消费者而言，当然就没有权益的保障，所以我会跟我的客人讲说，不管有没有在我这里做，我都会建议你在手术过程中不要求全程录影，但是在关键时刻应该录影给你看，你是不是真的3层都有处理到，你是不是内外侧都有处理到，这2件事很重要，是决定于你有没有做到你真正要手术的关键。回过头来讲，拉皮手术按照这3层的分类，我们分成单层、双层、3层。我们现在看所谓的单层拉皮。单层拉皮最主要分的就是皮肤跟皮下脂肪这一层。到底什么叫做单层拉皮？单层拉皮指的就是把皮肤收紧，意思就是只有剪皮。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啊，你有一定简单的外科训练，只要有缝合经验、缝合漂亮，就可以做这个手术。那这个手术它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把一块皮剪掉，缝起来，简单明了。可是这样好吗？首先，我们人的老化绝对不是只有皮而已。我们每一个人在老化过程中，一定是内外都会受到影响。你的皮会松，你的筋膜会垮，你深层的组织会下垂。今天如果你只有做浅层的皮肤，那肯定是不够的。再来，只有做浅层皮肤呢，它可能会衍生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伤口的美丑。其实很多客人他以前开过，或是在其他地方诊所开过，他坐下我看一看，我就知道他只有被减肥了。大家也可以回头检视你自己，你到底被做的是什么样的拉皮。这种单层次的拉皮手术，因为它主要靠的就是用皮去支撑里面重量，这些组织它都是下垂的。当它只做单层拉皮的时候，它变成是靠着这个皮去 hold 住、去撑住你的这个脸的组织。那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所有的重量都是靠这个皮在支撑，本来刚缝的时候伤口是应该是细细的一条，随着这个重量慢慢拉扯，你会发现就像这个图一样，你会发现你的伤口会变宽，会变白白的。会变稠稠的，你的伤口就会开始长一些厚厚的结缔组织，因为你的皮肤承受太大的张力。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比较极致的状况，你看到了什么？我发现有很多以前被开单层拉皮的客人，他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在耳垂前下方这个地方的皮肤，这个伤口疤痕会变宽，然后变得不是很漂亮之外，还有一个特点，他的耳垂会被不正常的拉长。我发现这有些客人还以为他的耳垂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有福分。可是事实上，这种拉长是不正常的形状，因为不管你的耳垂是属于分离式的还是贴合式的，它到尾端它应该是要这样微微勾上去的。
而不是像这样被拉长。还有就是我们的耳垂不管多长都不会碰到我们下面这个骨头的边缘，可是有很多人他耳垂都变得这样拉得那么长了，那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它只是靠着皮在支撑这些的重量，这个皮啊被我们里面这个中层跟深层的组织的重量往下拉的时候，不仅你的伤口会变宽，连你的耳垂都不正常的被拉长，一定难以想象。我看过最离谱的，我还看过有人耳垂被拉到这里，拉到脖子这里来。那来，我们要帮他重新修，不只要帮他重拉，还要帮他把耳垂修回去。这修不修得回去？放心，这个修得回去，就必须一定要做3层的方式，才有办法帮你把那个耳垂推回原来的位置。那还有一个，接下来照片有点可怕哦，不是血腥的，但是大家会觉得，哎呦，怎么会这个样子？这个常常被拿出来说整形失败嘛。像这个做的就是传统这一种单层次拉皮。那单层次拉皮它有分成大拉皮跟小拉皮啦。大拉皮就是伤口比较长比较薄比较小就是传统的小拉皮。但不管是大的或小的，基本上就是剪个皮，然后把它缝起来，还会衍生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他对以前那种拉皮的印象就觉得，哎呦，拉皮好恐怖，整个人就会飘上去会变形，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它这个就是用皮去映衬。它就只有剪皮，它靠着皮去支撑、去拖住底下的组织。那为了要达到这样效果，本来你的皮拉到这里刚刚好，它为了要去拖住里面的组织，它只要把皮再拉更多一点，拉 over 就会长这样，很恐怖，整个都变形了。而且仔细看，还会有一个问题，它就会形成什么？眼睛往上飘，嘴角往外，像小丑嘴。这个小丑嘴叫 Joker Smile。在我们医学的教科书上叫 Sweep Deformity， 它没有做到跨韧带，才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小丑嘴。待会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跨韧带，先不急哦。所以单层次拉皮其实现在在专职做拉皮手术医师的眼中，它其实是一个不算合格的手术，是一个太过简略简易的手术。所以我常讲一件事，你要么就不要开刀。如果你要开刀，就要对得起这个伤口，你就要做彻底。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双层次拉皮，市面上有很多的名字，但事实上它最主要做的就是双层次的拉皮手术。就是它除了皮之外，它有动到筋膜，但是动到筋膜不是完全的重点，然后我们后面再看就会知道。因为有时候客人跟我说，我也有做到筋膜啊，为什么效果不尽理想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解析筋膜拉皮到底是什么。动筋膜有2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不切筋膜，第二个方式叫做切筋膜。什么意思？我们首先来讲，什么叫做不切筋膜的筋膜拉皮手术？第一种叫做筋膜折叠，筋膜就像底下有一块组织一层的筋膜折叠就很像我们把这一层布把它捏起来，在捏的过程中只会往上拉一些，这个叫做筋膜折叠，这就是不切开筋膜，让筋膜达到辅助效果的一个手术方式。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可是总觉得好像不是很完全。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它也是不切筋膜的双层次拉皮，用线去缝这边的筋膜，把它往上拉，借由这种方式来改善下垂。这种方式叫做 MACS， 有人叫3环3扣，因为它是缝3个环嘛。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像这个，那这一种呢是利用悬吊。它就是利用这个线去辅助筋膜把它往上拉，这个叫做不切开筋膜的双层次拉皮手术。听起来这个方法好像比原来单层次好很多，对不对？可是这个方法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对某些脸比较肥厚的人，你用这个方式做完，哇，你的整个脸怎么样？会太鼓太大，你脸会变得更宽。坦白说，东方人都不喜欢脸更宽，西方人有些人觉得颧骨高，或是这个下颌骨宽，他觉得脸有型，像安吉丽娜·裘丽那样。或者像布莱德·皮特那样，可是东方人不管男生女生，大部分都不喜欢脸太宽，所以这样的方式，当你有怕脸太宽的时候，不适合。再来，不管用3环3扣或是用悬吊的方式，都有一个问题，悬吊有一点点像是剪个皮的时候，同时辅助一个拉线的这个动作，这个线它被吸收之后，它的效果可能就很快就会掉下来，所以它是一个辅助，但是不见得很好用。
对手术医师而言，它很简单，它的学习曲线很短，它事实上就比我们一般的单层自拉皮手术上面再多缝了几针，也很简单。可是我觉得对客人而言效果不是那么理想。那双层自拉皮还有其中一种就是减筋膜的双层自拉皮手术。减筋膜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在这里把一块筋膜剪起来，然后把它缝起来，让它这里往上拉，有点像什么单层自拉皮，我在边边剪一块皮，把它缝起来往上拉。这种减筋膜的这个筋膜切除缝合的这种方式，简单明了，可是效果也非常有限。我后面都会讲为什么这些方式现在慢慢大家都会觉得效果真的不太行，对，尤其是对东方人。还有一种筋膜剪开缝合的双层次筋膜的拉皮手术，就是高位筋膜切除缝合，或者是低位筋膜切除缝合。这是什么意思？筋膜切除缝合切这种 L 型或者是 7 型、7型，这个也常会有客人问我，之后会再专门录一集再讲高位筋膜拉皮跟低位筋膜拉皮这个拉皮的差别。那简单讲就是说，切一个 L 型或是一个 7 型、7型的这个切的比较低就叫做低位筋膜，切的比较高就叫高位筋膜拉皮。它的差别是什么？切的比较低的手术比较快速，但是这个方式呢，对我们的中脸、对法令纹、对平纹就完全没有效。那高位呢，因为它稍微切高一点，它可以吊的比较高，所以它对这个中脸它稍微有一些效果。不管是单层的剪个皮缝起来的，双层的皮肤跟筋膜都做。双层拉皮我刚刚有说有分成不切开筋膜的跟切开筋膜，不管是这样子的单层或双层，这些传统的方式都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很多人说我知道没有做到深层，对，他没有做到深层。还有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问题，我反问大家一件事大家看看镜子，你的脸最松垂的地方，请问是侧边还是你的嘴鼻唇旁边这一区？嘴巴旁边叫做嘴边肉，鼻唇旁边这个叫做什么？鼻唇沟法令纹。请问你最严重、最老化的地方是不是内侧，而不是外侧？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手术方式，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是处理侧边。有没有突然震惊？讲了这么多，都只注意到侧边是什么意思？不管是以前的单层，后来的双层，他们顶多就是做到眼角外侧这个地方。那它是借由说拉扯外侧，用拉扯的方式来改善内侧，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可是这里面就衍生一些问题了，因为它是借由侧面的拉扯，不是直接去处理这个地方的问题，所以在拉扯的过程中，它会被这些韧带的力量分散开。我们的脸呢，有这些韧带，眼眶固定韧带、颧弓韧带、咬肌前韧带、下颌韧带，这里还有一个面横韧带。这些韧带把我们脸分成内侧跟外侧，那这些韧带就很像一堵墙一样。如果你今天你只做到外面的时候，你这样拉扯刚开始会有效，常常会有客人说，可是我看好像我朋友去给人家做你所谓的1层或2层，我看做完出来也是有效的。当然一开始都是有效的，就很像你拉线一开始就有效，就像你打音波跟电波一开始是有效的。可是我请问各位，你今天既然决定要拉皮手术，你要做手术了，你要求的只是有效而已吗？你要求的还要持久，不仅要强效，而且要持久。你做这个手术拉皮才有意义嘛，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个拉皮手术维持现在就1-2年，如果这个拉皮手术维持只有3年，你拉线就好了，你干嘛要动这个刀呢？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当我们隔着这个韧带去拉的时候，它的力量被这个墙挡住，一开始有效，可是很快这堵墙就会衰减你这个拉提的力道。很快你会发现你的中下脸效果根本就不 OK。最近这几个月，我常遇到有客人，他才去其他地方做完拉皮手术，才3个月就跟没做一样，因为力量没有办法完全穿过韧带墙。所以关键来了，你的拉皮手术有没有跨韧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是郁金香拉皮手术在美国的一个推广的网站。那这手术其实很简单它的手术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切个皮，它做的范围就是这样这个是他们官网上面的图它的概念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说的，从侧面这样子拉，然后这个是他们官网给的这个照片。你看了，你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手术拉皮最大的问题，就像我说的，因为它做的层次
不够多。再来就是因为它最主要做的是侧边，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它的法令纹、它的嘴边肉改善都很不完全。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跨过韧带去处理的嘴鼻唇旁边。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3个东西叫做3层次。3层次拉皮这个名字是我们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取的名字，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Extended Deep Plan Retidectomy。其实你去看像这个礼拜周末我又受邀到一个国际演讲，一个亚太区的一个整形会议今年是在菲律宾主办。那我这次就是在讲怎么样安全的去做一个 Extended Deep Plan 的 Retidectomy，就是所谓的3层次拉皮。3层拉皮到底是什么？它到底跟前面的单层、双层的不一样？这个图是出自一本教科书，这本教科书也是2021年出版最新的教科书之一。我们现在也在争取要做一个翻译那我最近也跟几个学者，我们可能会最近会另外写一本关于拉皮有关的给医生看的书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图的意思。这个图指的就是说，一般的筋膜切开拉皮的手术呢，它筋膜打开之后，它做的范围大概就是这个区域，黄色跟绿色的这个区域。所以有的时候会有客人就会说，我去问他说我们那个高位或者是低位筋膜拉皮，我没有做到深层啊，这就是关键了。我要讲的是，因为筋膜它打开之后，它做的范围就是你看，就是到眼角的外侧侧，所以它是一个不完全的深层，它只做到眼角外侧，它没有真的跨过韧带走到前面去。那是不是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你的力量始终只有在外侧？但是3层次拉皮，它为什么强调它3层都有做？它是真正的3层。3层次拉皮，它筋膜做的范围一直做到哪里？做到我们的鼻翼旁边，做到我们法令纹嘴角的旁边，做到我们的木偶纹的侧边。它是做到这么的前面，它是整片都真的会做。那做到这个会有什么好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不是单单的靠拉扯，它的力量可以真的传递到内侧。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真正的看到你这边苹果肌里面发生什么事，你的嘴边肉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真的看到它，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叫做复位。有一篇研究，它就告诉我们，做3层拉皮，我们做这样复位的时候，我们把法令纹旁边这一坨肉复位上去，我们把嘴边肉这坨肉复位上去，即使在没有填肉的东西的苹果肌都会变得比原来饱满。在复位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做脸型的调整。很多人变 U 型脸，可是脸颊要是凹的，我们可以把这一块嘴边肉移到脸颊凹的地方，把深层的这个组织移到凹的地方，来让你脸凹改善。那对于有些脸大的人而言呢，我们不是只有处理皮肤或皮下脂肪，过多的筋膜还有深层过多的这些油脂，我们可以同时去掉，所以你的脸缩小的会比一般的拉皮手术明显的很多。所以真正的3层次拉皮，它做的范围要非常的确认，它必须是 extended， 它必须要做到嘴鼻唇旁边，这样子的效果才是真的彻底。还有什么好处？这是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告诉我们随着年龄的时候，我们的老化，它的角度不一样。3层拉皮，因为它可以跨过我们的这个韧带，所以我们在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调整那个角度。我们要顺着不同的年龄那个角度去做调整。传统拉皮呢，跟3层拉皮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点就是关于向量，拉的向量，它是把我们的脸这个角度呢，我们将做是这个0度，这里叫做90度，0度90度，然后去找出做出来最自然，就是看起来像你以前年轻的样子的来，大概是60度左右，60，因为我们要量身定做。所以就像我刚刚在帮客人画线，他问说为什么脸要画这么多线，为什么用尺量，然后去确认一些角度，不是往侧边拉，往这边拉不 OK， 为什么？因为脸会变宽。它往眼下拉呢，不 OK， 因为往眼下拉很容易造成眼睛的变形，或是一堆肉堆在眼睛下面这。我们要走出适合的角度来，这才叫复位。复位意思是让它恢复到原来的位置。3层次拉皮它的概念就是复位，跨过韧带，然后3个层次。我们今天利用短短的时间给大家介绍拉皮到底分什么种类。简单讲就是单层、双层跟3层。
最后我给大家几个建议，你在做拉皮手术之前呢，请各位要确认一件事，你要反问我帮你咨询的人，第一件事情，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做到3层？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做彻底？可以要求对方录影。第二件事情，你们这个拉皮啊，你说你有做到深层，那你有没有真的做到嘴鼻唇旁边？你有没有做到内侧？啊，麻烦术中录影给我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不然只是从侧面拉，你会发现它效果不够。而且我刚刚最前面不是讲了，为什么有些人拉完它会有小丑效？因为当你从侧面硬扯的时候，这里的组织，我刚刚不是说这里有一个韧带吗？因为你从侧面硬扯，这边你没有真的处理到这边的内侧嘴边肉，硬扯的过程中，就会让你这个脸颊这凹下去，就会造成所谓的小丑效 （Joker Smile）。这个都是没有做到内侧，所以你要问你有没有做到内侧。那再来第3个，你要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神经监测，面部神经对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专门做拉皮手术，你还没有准备神经监测仪，那这样会不会对客人不够负责呢？最后一件事，我给大家附上一个核对表，这个核对表是关于我们上次拉皮会做的项目。都会以为说，拉皮就按那点溜皮，再拉起来就好了，多少钱？很多人会问这件事，但是我都会回答说，等一下我们要仔细看一下，判断你的问题，你是这个表上面的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需要特别处理的，我们会把你列出来。因为拉皮手术是一个难学、难精很精细的手术，所以我给各位的问题很简单。如果你今天都不想手术就算了，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面部提升手术，请问你要做 A 单层次拉皮 ，B 双层次拉皮，还是 C 3层次拉皮？最后别忘了，在市场上很多花俏的名字面前，记得要问你的咨询师，请问你的拉皮手术英文名字到底是什么？上网查一下，它是不是最为大家推广、最持久、强效的拉皮手术 ？Extended Deep Plane Rapidectomy 3层次拉皮。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我想今天讲这个，可能又有诊所要打电话来骂人了。这不是很常见的？对，因为我们跟大家讲了很多事实，会影响很多诊所销售，就会说，你们为什么要跟人家讲的那么直接？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情说出来？因为我们压力也是很大。可能大家爱美心非常的急切，很容易就会被销售人员的话术所引导，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关于拉皮这方面，或是拉提这方面常常听到的10大话术，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有客人来跟我抱怨，不是抱怨我们做的不好，是跟我们抱怨说他之前相信人家说这叫什么什么拉皮，最新的机器它的效果可以跟手术比拟。坦白说，我们要有一个认知。我自己诊所有音波也有电波，可是我们诊所客人就不会骂我们说你们音波电波做的跟没做一样。为什么？因为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一直在强调，就像我之前的影片都在强调，医学美容它是医学，医学最重要的第一件事，不是一个人进来说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就直接这样讲，而是诊断。诊断是很重要的，你要诊断你的问题在哪里，你适不适合拉提。像这个仪器它有没有效？仪器是有效的哦，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做它有效，有的人做跟没做一样？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要先诊断。可是我很常听到一些人在抱怨，他到一些以销售为主的这种商业型医美或整形诊所每一个进去，只要有抱怨松的，都是先从最简单的机器开始做。做完机器以后，你觉得效果不够，再教你做一些微创，比如说拉线，觉得不够，再教你做手术。那一整个做下来，就会发现，哇，你加起来做的钱花费非常的惊人啊！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样。你要有一个认知，用仪器做的这个拉提，它跟手术绝对是不一样的。首先，所有你看到市面上用来做拉提或拉皮的这种仪器啊，不管是电波、音波这类，它的基本观念都是它是用能量去施打我们的皮肤基底层。所以这些仪器在医学上叫做 energy based 的 device， 讲的更简单一点，就是用热能啊。你用一个塑胶袋，用吹风机吹一吹，那个塑胶袋是不是就会收起来？它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你听起来好像哇，这样不是很完美嘛可是事实上，它能够说的范围是很有限的，所以对于有一些人的状况，比如说他赘皮很多，
它筋膜很垮，这个仪器它是很有限的。再来，简单讲就是你的脸毕竟不是塑胶袋，你知道吗？塑胶袋你用吹风机吹，缩得不够小，我再给它吹热一点，再吹热一点，再吹热，然后缩得很小。你的脸吹得这么热，它会烫伤啊。所以这些仪器它都是有一个极限在的，目标是不要让你烫伤。当然你效果要好，做到烫伤一定效果是最好，但你要吗？不要。哎呀，很可怕，有烫伤整个脸，那就毁容了嘛。所以它一定不可能用的那么高能高热，它的效果是有限的。所以你要有一个认知，我在诊断什么客人适合用仪器，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客人他的松弛还停留在比较表面的时候，比如说他可能是属于表皮稍微比较松弛的状况。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到很严重，他的赘皮没有很多，因为这些仪器是不可能把多余的皮用不见的，多余的筋膜用不见的。第三个，它整体的严重程度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坦白说，用仪器做，大部分可能适合在30几岁，有时候40几岁以后做仪器，它的效果就是比较有限。那你要去衡量。我之前有跟大家讲一个概念，我们在做这些抗衰老的过程，我们有分保养、维修跟重建。这些仪器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保养没有错，可是当你的程度已经到某个程度，你就不要再幻想这些仪器可以让你达到重建、重修的这个目的了哦，它没有那么强的效果。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失望，因为一开始你的期望跟这个机器能做到的就不一样，所以你也千万不要被催眠了。这个东西是最新的啊，现在没有人在手术拉皮了啦，这个东西可以取代手术拉皮啊。做完了花了10几万，发现哪呢？不好。对啊，没效才是最贵，对不对？我常常跟客人讲，你要么就不要手术，如果你要手术，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做的比较完整一点。可是光去年我们帮其他诊所公开拉皮手术，他们目前统计大概。我们重修这么多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大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就被这个话术影响。有些诊所会跟你说，哇，现在拉皮手术完全不会肿，整个手术只要1个小时就好，术后也不用戴什么头套啊，隔天就可以上班。我讲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一个手术他跟你说完全不肿，没有恢复期，然后它可以维持10年，你相信吗？我是不信啊。我就讲缝双眼皮是很不肿的嘛，也大概要4、5天，几年就会掉下来啊。你用割的双眼皮会不会肿？有没有修复期？有嘛。双眼皮这么小的一个伤口，它都会肿，我们都知道它自然要有一点时间。可是我就常常听到有客人被这个骗啊，甚至呢会跟你讲说，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拉皮，一边只要半个小时，做完马上有效。你一看，真的一边马上有效。我告诉你他是怎么做的，那个方法就很简单，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不管在这里或这里，他就切一块皮这样。把皮剪掉，然后就缝起来。缝起来以后，你这样一拉，看起来它就崩了嘛，当下它就会上去。当然半个小时啊，我当实习医师的时候，缝这么大一个伤口也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个时候在台大，我们在实习的时候，我还记得学长还跟我说，你要走外科，你实习这1年至少要缝1公里啊。好长哦。缝那个伤口加起来1公里长哦，真的，不要讲我当主治医师以后，那个住院医师我整个加起来都不知道可以台北市绕几圈，每天那边一直缝。那我讲意思是说，你只是缝这样一个伤口，当然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因为这种缝合是基本功，问题是它是没有效的。这种单纯的剪一块皮缝起来的，这就很像口罩上面不是有这个橡皮筋吗？你把这个橡皮筋拉，就好像我再把这个皮剪掉一块，然后缝起来，哇，绷得好紧哦。真的这样子绷了这个橡皮筋，这个橡皮筋不到2个礼拜它就松掉了。橡皮筋它会弹性疲乏，我们的皮肤也是一样，所以像这种剪的很快就没有效了。你看我们昨天有一个来咨询的，有没有？还是给他认识的医师开，也是啊，他也是说做完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呦，现在科技真的好发达哦，都不肿然后3个月就没有效了，我就不错。但是他朋友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他 argue， 问题就是这样。我再讲另外一个事实拉皮手术再厉害的医师，他做完还是有恢复期。我在我诊所我从来都不讳言拉皮手术是有恢复期的。随着药物还有技术的进步，现在拉皮手术不像以前就要几个月，但是一般你还是要给他2、3周的时间。每个来咨询的客人，我都会直接说他有恢复期，但是这几周恢复期就是要换你接下来10几年效果的代价。这是这个宇宙中的一个定理，你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很草率的方式，要达到这么精密的手术效果，那是骗人的。
这个我也好常听到。哇，内视镜好伟大，好高科技啊！内视镜拉皮手术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最早内视镜开始是做肚子啊什么的哈，那后来用在拉皮。1991年，1991，嘿，恭喜今年满30年了。所以内视镜拉皮手术是30年前就有的技术，但是这1年多来，疫情过后，我看到好多人就在说最新的内视镜拉皮手术。不好意思，内视镜拉皮手术已经30年了，它的做法这几年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动。大家有兴趣，我之后会录一集，会录一个系列，比如说线哈，从以前到现在，什么是最新的线？因为大家会常听到说，我们的线是最新的，是真的吗？我给大家看每个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才是最新的。我们是最新的拉皮手术，我之后会录一集哈，这个是我在医学会演讲的东西哦，大概里面有100多篇论文组合在一起，哪一年出现什么技术什么技术，我到时候会用一般民众听得懂的口吻讲给大家听。内视镜拉皮手术基本上是30年没有太大的变动，所以它不是最新的方式，千万不要听到内视镜就好新。这个概念有点像什么？你知道，有一阵子奈米，什么东西就讲奈米。我有一次到淡水老街看到奈米巧克力啊，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唬烂啊！你挂上一个什么词，它就变得好新，有没有？很多这个都是一些口语，让你听起来哇，好新颖哦。最近在流行元宇宙，过几阵你可能会听到元宇宙拉皮，来自虚拟的幻想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样，请要弄清楚哦。有些客人他来，他就说我想要做现在最新的内视镜拉皮，我说那这30年前了，所以要记住，有很多他的这个词，跟你讲最新的啊，那个很多都是话术。3层次拉皮这个名字是我们取的，但是它真正的医学上的名字叫 Extended Deep Plan Facelift。为什么叫3层次？是因为它浅层、中层、深层都会做，而且它强调深层不是轻轻打开看到有深层就是了。你知道我们刚开始做3层次这个的时候，有一些老一辈医师他还会跟客人说这骗人的啦，拉皮只有在做2层啊，皮肤跟筋膜。真的有客人跟我说过，有老一点医生说没有3层的，我就说没关系，我这里有一堆教科书，你可以拍照给他看。而且真正的3层次绝对不是把筋膜打开而已，它是要筋膜做得很彻底。我们真正做3层次，我们筋膜要的底下深层要做到这么前面，那才是真正的3层次。要做到跨韧带，做到法令纹，做到木偶纹，那才是真的3层次。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有些诊所他们现在也会跟我们说，他们也是做3层次哦。那为什么会跑到我这里来？因为就没有用嘛，然后跑来给我重开。我一打开看，里面是不是都没做？有没有做过？我们看得到，我们看得到缝线，我们看得到里面的组织的状况。所以我会跟客人讲，你的权益是什么？你可以要求我们在手术当中录影给你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帮我做到3层？还有，你是不是真的有做到前侧？你是不是真的有跨韧带做到这里？这是你的权益。因为就像我说的，有一些人他的那个拉皮手术做的就是很粗糙简略的拉皮，他剪个皮而已，你一开始也觉得很有效啊，3个月、4个月掉下来以后跑回去，他跟你说是你体质的问题，是你没有睡好，是你营养不良。我们一开始很有效啊，然后我有帮你做3层次啊，是你的问题，那你怎么办呢？欲哭无泪嘛。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像我们就告诉你，首先你做3层次，你不用担心，真的会那么快掉下来。再来就是，如果今天有诊所跟你说他做3层次，你应该要求他，那你麻烦录影给我看，你有没有真的做3层，你有没有真的做到前面去？不然你可能会被话术。等到你做完了几个月掉下来以后，你也无法求证你是不是真的有被做到3层。有些人会跟你说，我告诉你现在拉皮怎么做，我们帮你剪完皮以后，里面再去拉线。这个概念是什么样子？它就只是这里剪一块皮，然后它前面就是靠一般埋线的技术去用，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剪掉一块皮，手术完给你看，我有剪皮下来你会以为他真的做的好像很彻底刚做完也很有效可是事实上他那个效果是靠着埋线那个线的导沟去撑的。但问题我们都知道，埋线它的那个线毕竟会吸收，它当然没有办法像手术可以维持10几年。线什么时候吸收？可能1年以后，一旦你这个线吸收了，你又掉下来了，哇，那怎么办？你再跑回去，你说怎么掉下来了？你没有睡饱，你体质的问题。
所以拉皮手术像我说的，你要做就要做彻底一点。我们每一层都做，我们不是简单只靠线的力量去掩饰你做的不足。所以剪皮加拉线，刚开始看起来有效，而且很有效，可是它真正维持的时间就跟你单纯拉线差不多。因为我刚刚说了，单纯只剪皮的拉皮手术本来维持的效果就非常的短暂，你线1年以后吸收了，它也很短暂。这种其实算是假拉皮，就是不完整的拉皮。拉皮手术里面，我们很常听到一个东西叫筋膜拉皮的手术。可是要注意一件事哦，筋膜是我们皮肤下面中间那一层筋膜。我是会录一集，到底什么叫做筋膜，到时候会给大家看，很震撼。我们会对现场就是把文轩的脸是你吗？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家里面交代？没有，这样就为了医学做出奉献。很多人都讲他做筋膜那我有一集在讲到底拉皮手术有分几类，然后那一集我觉得讲得很好，大家可以去看。其中我就讲到筋膜拉皮，简单讲筋膜拉皮分成2种一种就是它只是单纯把筋膜缝一下，缝个几圈，缝个像郁金香的花朵一样，那缝个几圈。一种呢就是筋膜上面切一小块，然后缝起来。这2种方式就是传统的筋膜拉皮手术。简单讲就是一般传统的筋膜拉皮手术，他们在做筋膜大概就是做这一块，有的是用线缝一下，缝个2圈3圈，有的是剪一块筋膜这样去拉提。这种筋膜拉皮手术跟我们所谓的3层次拉皮手术是不一样的3层次拉皮手术，它的筋膜不是只有这样做，它是除了筋膜之外，筋膜深层都会整个一起做到前面来。因为你真正有问题、真正老化的地方是在内侧，而不是外侧。所以筋膜拉皮有没有好好做，有没有彻底，还是只有做侧边很重要，会影响到你的效果，影响到你的持久性。他告诉你你害怕你的伤口会被发现，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伤口是藏在耳朵后面。我也很常听到这个。来，我们这个就直接做一个简单的动作你看我们现在拉这里我很用力拉我这里用力拉，我很用力拉。你看它的法令纹，它的嘴边肉有很明显吗？我已经很用力咯。不会动。你再看它的双下巴，真的会动吗？耳后拉提的效果，它针对的是这一块，这边这一块。它对于我们的中脸的法令纹，对下脸的嘴边肉，跟对我们的双下巴是没有效的，效果是很差的。为什么？首先，我们耳后这个地方它通到我们的中脸，它这里被耳朵卡着，它当然拉提效果不好。它到我们的下脸这里被这个骨头卡着，它效果不好。它到我们的双下巴，我之前有一集在讲脖子的构造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们脖子这里有很多的韧带，这个韧带就像一堵一堵墙一样，你从这里拉是没有办法改善到双下巴的。所以请记得一件事，如果你今天要听到有人告诉你我们拉皮手术伤口是藏耳朵后面，你要弄清楚藏耳朵后面的拉皮手术有没有？有，但是它针对的是这一块，它对中下脸、对双下巴效果是很差的。你自己看镜子，自己拉拉看就知道了。传统拉皮，特别是老一辈的医师，他会告诉你拉皮这种东西，当然就是伤口要越大，效果要越好嘛。因为你伤口大，剪的皮才多，效果才会好一般民众这样子想，无可厚非。但是有些医师还这样子想，我觉得那样就真的很有问题了。糟糕，这样又得罪人了。好，这段剪掉。我说要剪掉，然后他们故意还是把它弄出来了。以前的观念的确是说我既然要剪比较多的皮，我伤口就要大。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很多新的研究论文他们发现，因为我们的皮它有一个叫做再分布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在做3层次拉皮，你如果7、8年前来找我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3层次拉皮，我的伤口也是很大3层次拉皮的定义就是你要做3层，而且要做到前面去，这叫做3层拉皮。那我以前伤口还是很大，但是我后来伤口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效果却是一样的，甚至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外观的伤口它虽然小小的，没有像一些传统拉皮伤口那么大，可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些多余的一些皮肤把它往发际这个地方，然后那个皮它会再分布，它会自己慢慢缩小，这是皮肤的特性。筋膜不会这样皮肤是一个有弹性的东西嘛，你一直往外拉久了，它就松开，就变得很松很大。但是相反的，你把它用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它就会变小。所以现在的观念是，不一定伤口要那么大，那个皮一样有办法让它呈现再分布的状况。
所以传统拉皮他们强调，哇，伤口一定要很大。这个现在我们在看，这是不一定对的事情哦。真正拉皮它的伤口就很小，可是它效果却比传统拉皮要好很多。拉皮手术可以拉平法令纹，可以把凹陷的部分拉平。其实有很多客人到现在还会有这样的观念，来，那块布给我一下。假设这块布是你脸的脸皮，好，我们脸上有一些凸，有一些凹，有一些凸。很多人观念就是说，我这样拉紧了，这个凹不就改善了吗？好，很多人讲我只要拉紧了，凹就可以完全改善了。事实上，你这个凹下面底下是空的，空气。乍看之下，好像我把它拉平，凹陷就会改善了。可是事实上，你的脸里面允许有空气存在吗？允许一个你底下没有东西空空的地方吗？不会，它慢慢的，它还是会贴下去。我要讲的意思就是，假设你今天你的法令纹是凹陷型的，你怎么拉那个凹会被你拉平吗？它肉就会长出来吗？不会。你今天如果脸颊是凹的，会不会拉一拉底下凹的地方就蓬起来，肉长出来吗？它是不会的。所以这又回到这个节目一开始说的，我们一开始就要诊断。如果你有凹陷的问题，你光靠拉是不够的，有些地方还是得要填。比如说我们看它，假设你的法令纹这里是凹的，你会拉一拉这个法令纹就长肉吗？不会嘛。所以该填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填。那很多人就会说，我以为我在做拉皮手术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一定可以改善。好，比如说我们在做3层次拉皮，跟传统拉皮跟筋膜拉皮有几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像3层次拉皮，我刚刚讲，它强调的是3层都要做，而且要跨韧带。因为它3层都做，因为它跨韧带，所以它可以做到一个跟其他传统拉皮不一样的东西，叫做复位 reposition。什么叫复位？比如说这一块嘴边肉，它是深层的假趾链掉下来。这个人脸颊又凹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深层的假趾链，我们可以把它复位回到它原来的位置。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同时兼做到拉提跟填补的作用。那有些人他的法令纹除了因为苹果肌下垂之外，这里还有凹。我刚刚说的3层次拉皮，因为可以从这里一直做到前面来，我们就可以把你在手术当中一些多余的组织、多余的筋膜直接填到这个法令纹来，它就可以同时解决这些问题。那你没有做到3层的话，你说要单单靠一般传统拉皮和筋膜拉皮，你就要同时改善凹陷，同时改善下垂的问题，那是做不到的。那最后一个，常常会有客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会跟你说，中下脸拉皮在做的时候可以同时改善双下巴。我们就会看你看我这样拉，你看它这里会不会动？你看这样拉，它这里会不会动你会发现它不会动，因为这个地方有骨头，骨头上有一个韧带挡着，所以我们在做中下脸拉皮的时候，会不会改善到双下巴？是不会的。类似的道理，我也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在做上颚的时候，这边就可以同时改善中下脸。我们这个地方在做拉皮的时候，这里有一块骨头叫什么？叫颧骨。等等，我们来看我们在做拉提的时候，如果你的伤口在太阳穴，这里有一块颧骨。我们在拉的时候，其实你的力量它传递到这里的时候，它就会被这些骨头跟韧带大幅度消减。所以从太阳穴拉中脸跟下脸，它的效果是非常差的。比较常看到有一种偷吃布的方法，就是我前面讲的。他告诉你，哇，我们拉这里的时候可以同时改善中下脸。事实上，它是在手术当中它其实伤口在这，然后它这里跟底下，它是用线去拉你的中下脸。那我刚刚说了，这个线会吸收，所以它的效果很短暂。这不是拉皮的目的。你今天都要动手术，你就是要强效，就是要持久嘛，不是要被这种偷吃布的方式来掩饰。所以要认知对我一直在强调，如果你今天要做上颚，它在拉的时候，它针对的是这个地方，中下脸伤口就是在这里。双下巴跟脖子，他们就是分别是这样处理，它是分开的。不然常常会有人说，哇，原来这可以同时处理耶，哇，好像赚到。结果后来发现，效果不是他想的那样，因为这是话术。OK， 今天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以后，可以更加深刻体会到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所以千万不要被话术咯。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在我们的 YouTube、在我们的脸书官网上面留言。如果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不好意思在公众的地方，你可以私讯我们。我们的 LINE 跟 WeChat 的代码都在这里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拜拜。
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